俄乌双方在俄南部边境地区交火已进入第8天。俄总统普京12号就库尔斯克州安全局势召开会议称，尽管乌克兰在该州发起挑衅行动，但俄军仍在前线有序推进。他强调，乌方此举意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筹码。 普京在12号的安全会议上表示，显然眼下乌克兰正在西方大国的帮助下对俄本土发起袭击，试图在可能举行谈判之前提升自身话语权。对此，他强调，俄方将予以坚决回击，俄方的所有军事目标都将得到实现。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стои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перед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ороны выбить противника с наш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и совместно с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лужбой обеспечить надежное прикрытие госграницы. 在这场电视直播的会议上，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告诉普京，乌克兰军队已经控制了这个边境地区的28个村镇，12万当地居民已经逃离家园，还有约6万人在等待撤离。他还称，乌军已经突入俄领土纵深至少12公里，并控制了起码40公里宽的边境地带。然而，这一坦率的评估发言还没结束，便被普京打断。他告诉斯米尔诺夫，要集中精力于帮助人民，将评估战场局势的工作留给军方处理。随后会议直播便匆匆结束。对于普京来说呢，他其实当前最大的关切呢，其实并不是在于军事层面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是为了稳军心、稳民心、稳士气。这次这个我们说多少，其实俄罗斯是有一点这个失算的，它是导致了遭受了一些损失的。他最担心的是这种损失会对他自身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军心民心，包括他这个政府的威望构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是他主要担忧的问题，所以他现在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军事部署，还是说这种在这个政治表态啊、这个舆论的表态啊，去化解这些负面的因素。 普京举行安全会议的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也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会上，乌陆军总司令斯尔斯基在汇报前线情况时称，目前乌军已控制了约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泽连斯基强调，战斗仍在进行之中。就在前不久，泽连斯基还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等场合，释放出愿意与俄方和谈的信号。有分析指，当前乌方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和谈压力，特别是一旦美国大选结果是特朗普上台，乌方得到援助、赢得胜利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因此乌军必须显示自己的战斗实力，同时为未来谈判获得更多筹码。因为其实按照现在就是无论是俄方公布的这个和谈的方案，还是说美西方现在可能提出的一些和谈方案，就乌克兰都觉得自己是太吃亏了，无论如何自己都是受损的一方，所以他们希望呢，其实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占据一块俄罗斯的领土。 围绕当前最新俄乌局势，国际社会反应强烈。瑞士外长卡西斯12号与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发表联合声明，对冲突走向表达深切担忧。他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应被邀请参与第2次所谓乌克兰和平峰会。而作为乌克兰的主要盟友，美国方面仍在对当前局势拱火。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辛格8号称，乌方进攻库尔斯克州是要保护自身免受攻击，这符合美方的政策。1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重申，美方对乌方越境袭击的政策没有改变，即支持乌军保卫自身，抵抗来自边境另一边俄罗斯的袭击。针对乌军此次越境攻击俄领土将对俄乌冲突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向深圳卫视表示，尽管乌军当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俄军在乌东地区的攻势，但考虑到俄乌双方军事实力对比较为悬殊，乌军通过此举暂时取得的战局主动能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 虽然这个乌克兰这次是这个投入了大规模的精锐兵力，试图是去在俄罗斯的这个领土上啃下一块来作为谈判筹码，但是未来可能其实他考虑到现在他的这种兵力的有限性，他取得军事上的一个决定性进展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次这个库尔斯克战役虽然说它的舆论影响非常的大，但是可能它对于这个 整体的战局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与其说可能这个库尔斯克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一点，倒不是说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消耗战的，或者说双方对峙的一个前线。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已经超过1周时间了，乌军并没有撤退的意思。那对于俄乌围绕着库尔斯克州的争夺战，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呢？其实此前由于乌方严密封锁了相关信息，再加上出于信息战 与稳定国内人心的需要，俄罗斯方面也没有对外提供全面的信息，
因此对于乌方此举所要达到的战术和战略目标，外界看的是一头雾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关键性信息被透露出来了。其一是乌军这次出动的不是原先外界预估的1-2个旅，也不是1-2千人，而是至少10个旅、数万人，而且都是乌克兰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精锐部队。同时，乌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库尔斯在征兵。第二，原先外界一直在猜测乌军究竟是在库尔斯克占据了多少土地，有猜300平方公里的，也有猜450平方公里的。那么今天，乌克兰当局打破沉默，总统泽连斯基和陆军总司令舍尔斯基公开宣布，占领了多达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三，原先外界一直搞不明白乌军的这次出击究竟是不是跟过往一样的洗脑战术，也就是几天时间的到此一游。那么现在随着乌军往库尔斯克运进了大量的工程机械设备，并且开始就地深挖洞广积粮，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乌军是准备在此赖着不走了。那么从中我个人得出的最新判断就是，这是乌方放出的一个战略层面的胜负手，也就是准备围绕着他们自己开辟出来的这个库尔斯克新战场，要跟俄军在此进行一场终极性的大对决。那乌军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越境进攻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虑呢？我仍然坚持认为，乌军在此时此刻决定赌一把大的，是在综合衡量了其面临的内外3重不利的形势之后，而不得不做出的战略抉择。其一是，由于在国家资源，尤其是军备制造能力、兵员补充能力上，都跟俄罗斯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因此在这场战争打成了消耗战与僵持战之后，形势已经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再这样消耗下去，乌克兰不仅国力要被彻底掏空了，关键是可以上战场打仗的年轻人都要快被消耗光了。第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西方的外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谓是决定性的。要是哪天西方国家断炊停止供应了，那乌克兰立马就会打不下去了。然而对于乌克兰来说，西方的外援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承诺援助的武器和弹药往往到不了位，甚至是货不对版；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害怕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核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捆住乌军的手脚，一度还禁止乌军用起援助的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而且更为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西方民众对于俄乌战事的久拖不决已经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了。第三，我曾经说过，俄乌军事战场和美国大选的政治战场其实是高度联动的。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已经扬言，在自己当选后的第1天就会逼迫乌克兰割地求和。这样一种外围形势也催逼着乌克兰必须要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拿出像样的政绩来为民主党助选，确保哈里斯上台。总而言之，这样一种一是打不赢，二是拖不起，三是不甘心投降、不甘心割地求和的3重艰难处境，就逼迫着乌方必须要在短期内拿出奇招，迅速改变当前战场上的被动态势。那乌克兰最终为什么又会选择攻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被动的战略态势呢？确实，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本能地想到，乌克兰应该在乌东4州与克里米亚再度展开大反攻。但是我曾经说过，在俄乌双方都已经在前线挖掘了大量战壕，以及布下了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的情况下，谁主动挑起大规模的进攻，谁就会被动，会吃亏，甚至是等于是在找死。去年乌克兰大反攻的失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下过围棋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当棋局下到中盘，发现自己有可能会输的时候，真正的高手往往会放出最后的胜负手，也就是用孤子果断打入对方的内部，在对方内部搞一个天翻地覆。这就是乌方最高层决定攻入库尔斯克的真正原因。而由于库尔斯克是俄罗斯自己的领土，这里并没有大量的战壕和地雷阵，所以突然袭击的乌军
不仅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乌军可以纠正雀巢，就地挖掘自己的阵壕和布下地雷阵，以逸待劳，等待俄罗斯的进攻，换一个地方跟俄罗斯展开终极性的大决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从2战以来，自己的本土还从来没有遭到过别的国家的进攻，再加上乌军的这一行为，最终目的是要动摇俄罗斯的军心与民心。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插在自己眼里的这根刺，是必须要先除之而后快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乌方发出的在库尔斯克进行大决战的邀约，俄罗斯别无选择，即便是硬着头皮，也要用举国之力去应战。